6月28日的巴黎奥利机场，泰国王室专机刚停稳，全场的目光就聚在了舱门口。可第一个走出来的，不是泰王玛哈，也不是苏提达王后，是一身黑白波点套裙的斯蕊范公主。她快步走下舷梯，和法国总统代表、泰国驻法大使对接完所有接待流程，转身又回到机舱里。等泰王和王后现身时，他已经捧着花束站在舷梯旁，俯身行了个标准的匍匐跪礼，恭恭敬敬把花递上去。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礼数周全得挑不出半分错处。就是这短短几分钟的接机画面，直接引爆了泰国舆论。所有人都看明白了，这趟庆祝泰法建交170周年的国事访问，根本不是普通的外交走秀，是泰王当着全世界的面，把斯蕊范正式推上了王室核心牌桌。曾经那个躲在时尚圈当透明人的庶出二公主，如今要接下怕公主的班，当提帮宫王子的摄政王姐了。而她身上那条看似不起眼的波点裙，藏的全是身份站位的深意。斯蕊范这天的造型，刚曝光就被时尚圈扒了个底朝天。这套黑白波点3件套，是泰国国家级设计师提拉潘亲手为她定制的，面料用的是正宗泰国手工泰丝，圆领7分袖的外套自带小香风质感，内搭连衣裙，腰间收了蝴蝶结，同系列包臀裙配尖头细高跟，复古又精致。最绝的是后背的小心机，裙身开了一道隐蔽的小叉，走路时那衬若隐若现，优雅里藏着恰到好处的灵动，完全不会失了王室的庄重。但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时尚穿搭，懂王室历史的人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这套造型是完完全全致敬他的奶奶，已故施利吉王太后。早在1960年，施利吉王太后陪同普密蓬国王出访欧美，就穿了一件法国奢侈品牌巴尔曼设计的波点风衣，白色底配黑色波点，内搭小黑裙，当年惊艳了整个西方世界，媒体称她是东方珍珠。后来访澳出席重要外交场合，太后都多次穿过波点元素的造型，这几乎成了她外交造型的经典符号。整整66年过去，孙女斯蕊范穿着改良版的波点裙，踏上法国的土地，时间刚好卡在泰法建交170周年的节点上。你说这是巧合？根本不可能。这哪里是穿衣服，这是在打一张明晃晃的传承牌。施利吉王太后是什么地位？她是雀克里王朝近100年来最有分量的王后，辅佐普密蓬国王稳住政局，深耕民生慈善，在泰国人心里就是国母一般的存在，民间声望极高。斯蕊范复刻奶奶的经典外交造型，就是在告诉所有人，我是施利吉的亲孙女，我接的是奶奶的文化外交路线，我身上流的是王室最正统的血脉。这步棋太高明了。她出身庶出，母亲于瓦达当年因出轨被废，带着4个儿子被驱逐出境。她能回宫全靠高僧一句护国神授，那家转世的预言，名分上始终比嫡出的帕公主矮一头。可现在，她用一条裙子把自己和施利吉太后绑定，直接把身份格调拉满，等于拿奶奶的威望给自己背书，比争10次宠都管用。更何况，她玩时尚本来就是专业的。自己有同名高级时装品牌 Sirvanavari， 深耕巴黎时尚圈10几年，和迪奥、阿玛尼、巴尔曼等大牌的总监都是老熟人。2026年5月，刚在巴黎文化部拿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高级军官级，表彰他推动法泰文化交流的贡献。从时尚圈的人脉到官方的认可，他早就为这一天铺好了路。这次借着国事访问的东风，把个人的时尚资源转化成王室的外交软实力，顺理成章地接过文化外交的主导权，谁都挑不出毛病。这次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，行程排得密不透风，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对应着斯蕊范的角色定位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泰王这是借着外交场合给女儿的新身份盖章。首先是接机流程的特殊待遇，按王室惯例，出访时都是国王王后率先下机，随行人员跟在后面。可这次特意安排斯蕊范先下机对接接待，再登机跪迎国王王后，等于把她从随行人员变成了提前筹备、主持接待的核心组织者。下榻巴黎顶级的莫里斯酒店时，她更是提前等在门口，
泰王下车的时候，他主动上前伸手搀扶，旁边站着那么多侍卫接待官员，偏偏让公主来做这件事，摆明了在说：你们看，这是我最贴心、最信任的女儿，是我的左膀右臂。而整个行程里最核心的一步棋，就是皇家服饰走向世界主题展。这个展设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，从策展、选品到对接法国官方，全是斯瑞范一手牵头操办的。展品里既有泰国王室传承100年的传统华服、手工老织锦，也有泰国当代设计师的高定作品，把传统泰丝工艺和国际时尚审美结合得恰到好处。泰王和苏提达王后专门抽出1下午时间去参观，全程由斯瑞范亲自讲解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等于国王带着王后亲自去给女儿的业绩剪彩站台，当着法国官方和全球媒体的面，官宣他就是泰国王室文化外交的第一负责人，把王室服饰展直接搬进巴黎这个全球时尚之都，既给泰国的泰丝产业、时尚行业打了广告，拉动了文化旅游，也给斯瑞范的身份镀了一层金。以前她是自己玩设计的公主，现在她是代表国家文化的王室使者，层级直接就上去了。当然，在最核心的政治外交场合，斯瑞范始终守着自己的分寸。荣军院的官方欢迎仪式、爱丽舍宫的国宴、凯旋门无名烈士木献花和马克龙夫妇的正式会面，这些顶级政治场合，站在泰王身边的永远是苏提达王后。斯瑞范就跟在侧后方半步的位置，不多说话，不抢镜头，礼数周全却不越界。很多人喜欢拿他和苏提达比，猜王后和公主会不会暗自较劲，争后宫的话语权？其实根本不会。现在的他们是最稳固的政治同盟。苏提达是什么处境？她是空姐出身，没有强大的母族背景，虽然有军方履历，但根基始终不如玉坤家族深厚。她没有亲生儿子，提邦公是希拉米王妃生的，以后提邦公继位，她能不能坐稳王太后的位置，其实有变数。以前帕公主在世时，苏提达和帕公主结盟，一个主后宫，一个主朝政，互相配合，制衡各方势力。现在帕公主走了，苏提达必须找一个新的盟友，才能稳住自己的地位。斯瑞范就是最好的选择，她是国王的亲女儿，有正统的王室身份，她没有王位野心，对苏提达的后位没有半分威胁。她现在要接辅政的担子，也需要王后的支持，才能名正言顺地对接宗室和官员。两个人一拍即合。帕公主葬礼上，苏提达主动伸手挽住斯瑞范的胳膊并肩走，就是在释放结盟的信号。这次出访，苏提达主动给他露脸的机会，让他在文化产业领域大放异彩，也是在帮他立威。现在的王室已经形成了新的铁三角，苏提达主内，掌后宫宗法和正式外交礼仪，撑住王后的体面；斯瑞范主外，管文化体育和部分军政对接，承担辅政职能。提邦公作为储君，在德国低调成长，由施妮娜贵妃照料生活。三方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，权力最终收拢在泰王手里。至于远在德国的施妮娜，就算她和提邦公感情再深，名分上她只是贵妃，登不了正式外交台面，根本撼动不了这个格局。很多人说泰王这是无人可用才选斯瑞范，可换个角度看，选斯瑞范本来就是泰王的一步妙棋。他根基浅，没野心，用起来最放心，不会架空提邦公。他有护国神兽的民间滤镜，老百姓接受度高。他有时尚圈的国际人脉，搞文化外交得心应手。把一个没威胁、有明星、有专长的女儿推到台前，既能填补帕公主留下的权力真空，又能平衡各方势力，还能给提邦公铺路，简直是一举三得。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斯蕊范花了整整30年，没人比他更清楚泰国王室的权力有多诱人，就有多凶险。1996年，9岁的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变故，母亲于瓦达被爆出和空军元帅阿南德的婚外情，泰王马哈震怒之下，直接废除了二王妃的头衔，把他和4个儿子全部驱逐出境，终身不得返回泰国。年纪最小的斯蕊范本来也在驱逐名单里，
跟着妈妈和哥哥们流亡英国，连公主身份都没了。可没过多久，泰国国内接连发生天灾，政局也动荡不安。笃信佛教的普密蓬国王找来王室御用高僧占卜，高僧说，被赶走的小公主是那家神龙转世，有郑国护运的命格，她离开王室，泰国的国运就稳不住。就因为这一句预言，老泰王亲自下旨，派人远赴英国，把斯蕊范一个人接回了王宫，恢复了他的公主头衔，交给施利吉太后抚养。而他的4个哥哥始终没得到赦免，直到今天还流亡海外，连亲姐姐的葬礼都没法回来参加。看似逆天改命回了宫，可日子并不好过。刚回宫那几年，他住在王宫最偏的别院里，日常用度比普通贵族小姐好不了多少。宫里的老人都知道她是捡回来的公主，没娘撑腰，没家族靠，谁都能怠慢几分。她也从不闹脾气，每天按时给施利吉太后请安，见到马哈国王、宋莎瓦丽王妃都恭恭敬敬行礼。宫里举办宴会，她永远坐在最角落的位置，安安静静吃饭，从不主动凑到前面抢镜头。她太懂深宫的生存法则了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越是显眼，死得越快。所以她干脆主动避开所有权力纷争，一头扎进了艺术和时尚里。本科她读了朱拉隆功大学的美术与应用艺术系，毕业之后直接去了巴黎，在法国时装工会学院 IFM 读设计硕士。读书那几年，她彻底藏起了公主身份，同学只知道她是来自泰国的富二代，没人知道她的王室背景。她和普通学生一样住公寓，赶作业熬通宵，为了进大牌实习，抱着自己的作品急跑了一趟又一趟人事部。她先后在迪奥、乔治、阿玛尼、萨尔瓦多、菲拉格慕、巴尔曼等多个顶级奢侈品牌实习过，从整理面料样卡、辅助设计师画图的基础杂活做起，实打实攒下了专业功底，连部门总监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。2007年，她带着自己的同名品牌 Sierra Vanavari 登上巴黎时装周，成了第一个登上巴黎时装周官方日程的泰国设计师。老佛爷卡尔拉格斐都特意来看她的秀，称赞她把泰丝的柔美和高定的锋利结合得恰到好处。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她也没忘了扎根本土。为了找到最好的泰丝织户，她带着助理跑遍了泰国东北部的素林、武里南等府，一个个村子的找老织工，挨家挨户看面料。她的品牌不仅卖衣服，还免费给织户们培训新的染色工艺、设计理念，帮他们提高收入，相当于悄悄做了好几年的乡村扶持公益，只是从来没对外宣传过。也正是这些年沉下心做的事，给她攒下了实打实的民间好感。和帕公主那种精英式的高高在上的威望不同，斯蕊范的口碑是靠时尚圈、体育圈、手工艺圈一点点攒起来的。年轻人喜欢她，觉得她接地气、有才华；手工艺人感激她，觉得她帮大家谋了生路。这种民间基础看似不如军政实权有用，却是王室立足的根本，也是泰王愿意重用她的重要原因。除了搞事业，她在王室里的人际关系也处理得滴水不漏。她和帕公主的感情一直很好，帕公主比她大几岁，从小就照顾这个没妈的妹妹。帕公主去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时，特意绕到波士顿看读书的她，给她带家里的零食和泰式酱料。她回泰国办秀，帕公主再忙也会抽空到场站台。帕公主昏迷的这3年半，她每周都会去医院探望，逢年过节都去寺庙给姐姐祈福，从来没间断过。对苏提达王后，她也始终保持着恭敬的分寸，从不恃宠而骄。王后交代的事都办得妥妥帖帖。对提邦公弟弟，她也一直很照顾，经常去德国看他，带他喜欢的玩具和零食。说白了，她在王室待了30年，没和任何人结过怨，没站过任何派系，所有人都觉得她无害，所有人都对她放下戒心。而她的晋升之路也一直走得稳扎稳打，从最初的荣誉头衔，到慢慢接手体育文化领域的王室事务，再到军衔从少尉一步步升到少将、上将，她从来没抢过风头，都是水到渠成的接下新的工作。以前有帕公主在前面扛着，她只需要管好自己的1亩3分地，活得潇洒又自在。
可现在怕公主走了，王室没人可用了。太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一直低调、靠谱、从没出过差错的二女儿。哪有什么突然的上位，不过是30年的隐忍和铺垫，刚好遇上了命运的拐点。现在很多人说思蕊犯命好，捡了怕公主的漏，熬了30年，终于熬出头了。可你仔细品，就会发现，她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从来不是运气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清醒和隐忍。她9岁就经历了家族巨变，亲眼看着妈妈和哥哥们从云端跌进泥里，见识过王室权力的反噬有多可怕。所以从回宫那天起，她就给自己选了最安全的一条路，不争。她用20多年的时间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沉迷设计、无心权力的闲散公主，让所有人都对她放下戒心。可她真的什么都没准备吗？当然不是。她默默积累国际人脉，悄悄学习王室事务，和姐姐处好关系，对王后恭敬有礼，对父亲孝顺体贴，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妥妥。她从不站队，从不结党，宫里的派系斗争她从来不掺和，谁掌权她都守着自己的本分。这份分寸感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学不会的，而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当怕公主倒下，王室需要有人顶上去的时候，她能立刻接住，不掉链子，这就是本事。现在身居高位，她依然清醒，她很清楚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太王给的，一步走错就可能重蹈妈妈和哥哥们的覆辙，所以她格外谨慎，该跪的时候跪，该退的时候退，从不恃宠而骄，从不抢不属于自己的风头。就像这次访法，她的波点裙再亮眼，也永远站在太王和王后身后半步的位置。她的展览再成功，也始终把国王和王后的认可放在最前面。她时刻记得自己的身份，她是辅佐者，不是主角。这份清醒，才是她在深宫里站稳脚跟的最大底气。泰国王室的大戏，从来都充满了宿命感。30年前，9岁的思蕊范被赶出王宫的时候，没人会想到她有朝一日能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央。30年后，她穿着奶奶当年的经典波点裙，走在巴黎的阳光下，成了泰国王室最受瞩目的新生代核心。她接过了怕公主留下的担子，也接过了失利及太后的文化外交一波，未来还要辅佐弟弟提帮宫，撑起王室的半边天。这条路不好走，前面有派系斗争的暗流，有身份地位的争议，还有无数双盯着他出错的眼睛。但从他9岁那年独自回宫开始，他就一直在走难走的路，也一直走得很稳。有人说他是躺赢的幸存者，有人说他是隐忍的谋略家，但说到底，她不过是个被命运推着走的王室女儿，在时代的浪潮里，守住了自己的分寸，也接住了属于自己的使命。这趟法国之行，只是她摄政王姐之路的起点，以后的路还长。她能不能真的像奶奶施利吉那样，成为泰国王室的定海神针，我们拭目以待。